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非常开心，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股的 ETF 啦。台股的 ETF 分别是国泰电动车 ETF 跟富邦未来车 ETF， 这两档 ETF 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及如果我们要投资这两档 ETF 来追踪未来电动车的趋势，那我们应该会面临的5个风险。那 Kevin 希望各位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功课，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独立思考，对自己负责。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各位想要每天都增加一些投资知识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我会在这边每天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也会对各位非常的有帮助。那么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的就是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这两档 ETF 啦。一个是电动车，一个是未来车哦，这两个是有点差距的哦。那我们大纲的部分的话呢，会先介绍这两档 ETF 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及我会介绍如果我们要投资电动车的话呢，我会面临的5个风险。那我希望各位呢可以考量这5个风险之后呢，再去投资，也不迟哦。那再来就是自我评养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他们两个股票代号分别是00893跟00895。那追踪指数的部分的话呢，国泰智能电动车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SFAST 全球智能电动车指数。那富邦未来车追踪的指数是 NACI ACWI INI 精选未来车30指数。这两个所追踪的指数是不一样的。那成立日期的话呢，00893这档 ETF 呢，它已经在2021年7月1号已经上市了。那富邦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则在7月27号，也就是下周的时候呢，即将募集。那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这两档 ETF 其实差不多都非常的贵，只算经理费、管理费、上市费和指数授权费哦。我还没有算一些什么交易手续费那一些等等的，那还不算是总开销费用。所以总开销费用的话呢，我们现在是还不知道的。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初估最少都是 1.2% 以上啊。所以说这边的话呢，它内扣费用的话是蛮高的哦。那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这两档 ETF 都是30档股票。那风险报酬等级因为他们是投资全球的股市所以说它的风险报酬等级的部分的话是 RR4。那风险报酬等级有从 RR1 到 RR5， 那数字越高的话呢，代表说你的风险是越高的啦。那核心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00893它的第一档最大的是辉达17.1%，再来是特斯拉，然后蔚来汽车、恩智浦半导体还有英飞凌部分。那加起来的话呢 ，Top 5加起来就是 54% 咯，就已经超过了 50% 的比例了。那00895的话呢，则是特斯拉、丰田汽车，然后还有台积电、超微还有辉达部分。那加起来就是 67% 左右啦。那其实他们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大概有 30% 的部分是重复的光 Top 5的部分大概就有 30% 的部分是重复的，就是特斯拉跟辉达。那成分股调整的部分的话呢，是每半年调整一次。那一个是4月、10月，一个是5月、11月。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都没有配息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指数筛选的部分了。指数筛选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呢跟富邦未来车他们都是从全球上市的公司当中进行筛选的。那国泰电动车呢会经由 FactSet RBICS 的一个产业分类系统进行筛选。那这个筛选方式就是说，你这家公司它的营收要 50% 以上是有关于这个产业，也就是电动车产业的部分，你才能被纳入这个指数当中。OK， 那接下来它会进行一个成分股一个市值的筛选，也就是它的市值要大于10亿美元，以及3个月内日均成交值要大于1000万美元。所以说它的市值跟它的流通性的话呢，都有进行筛选。最后呢，会借由市值的大小进行排序，然后纳入前30大的公司。然后每一档成分股呢，不能超过 15% 的一个权重。那前5大成分股加起来不能超过 65%。那富邦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也这样是从全球上市公司当中进行筛选的啦。然后呢，也是用一个 NACI 的一个筛选方式，它也是筛选出有关于未来车的一些产业，然后也是一样进行一个流通市值的筛选。然后它筛选方式的话，相对于电动车国泰电动车的部分的话呢，是比较宽松的。那也是纳入前30大的一个市值的股票啦。那每一个个股的权重呢，不能超过 20%， 然后呢，前5大成分股不能超过 65%。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国泰电动车呢，它在市值要求的部分是比较严谨的。那富邦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严谨。然后单一个股的一个权重的话呢，富邦未来车它的权重是比较宽松的。那有这边的话，有人会说，但是你刚刚说的国泰电动车，它光一个辉达，它的比例就到 17% 了。但是你这边写说它每一个持股最多只能 15%， 为什么辉达它会超过 17% 呢？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是4月份的时候进行调整。那你4月到7月中间，难道股票不会涨吗？
会涨嘛，所以说辉达它可能一开始它的成分股是15%的权重，但是它后来涨很多，所以它权重呢超过15%，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产业配置的部分啊。国泰电动车呢，它主要就是电动车一条龙上中下游全部都在里面，它主要是这部分，所以它零组件啊、充电设备啊、电池、互联网、自驾系统或者车用晶片的部分的话呢，都包含在里面。但是呢，它就是主要 focus 在电动车的部分啊。那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它除了左边这些部分，它还有加入一些传统的一些汽车大厂，还有一些共享运输。那为什么它要纳入传统汽车大厂呢？那就是它主要是 focus 在未来车嘛，所以说你这传统汽车大厂当然也有可能会转型，转型成一些电动车或是一些油电车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希望这些传统大厂汽车大厂他们的这些机会，也就是说他们转型的这些机会啦，它也可以包含在里面。所以未来电动车的部分的话是有包含这部分的，以及它有一个叫做共享运输。那共享运输是什么呢？就像是 U-Bike 还有像是 Uber Eats 或是 Uber， 这些都像是一个共享运输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呢，它是也有纳入在其中啦。所以说富邦未来车的话呢，它是比较广的一个层面。那电动车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窄的，它就只专精在电动车的部分。所以这两个部分的话呢，它们是有差别的哦。那成分股估值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它分别是辉达、特斯拉、蔚来汽车、恩智浦半导体和英飞凌嘛。那它本益比就是分别是91、649。那蔚来汽车的话呢，本益比是没有的因为它是没有赚钱的。OK， 那恩智浦半导体的部分的话呢，本益比是131，那英飞凌的话呢是105。那富邦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分别是649，台积电的话呢是30，那辉达的部分的话也是91，丰田汽车是12，那超微的部分的话则是37。所以我们从这个估值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光前5大持股啦，那国泰电动车它的本益比就是非常的高平均起来应该是破100啦。所以说估值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它是相对比较贵的，那富邦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只是相对便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绩效部分那这两档 ETF 呢，他们所追踪的指数过去的绩效表现都已经非常非常优异到2021年初为止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优异。但是在2021年初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表现呢已经有出现一个盘整的一个趋势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盘整的趋势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指数他们已经将他们未来的绩效表现已经反映在他们的股价上面了。那也就是说，除非你这些企业它的未来绩效表现有一个突破性的增长，就是超乎我们这些投资人的预期，那我们这些股价的表现呢才会再创新高，要不然的话呢，它就会持续盘整。也就是说，你这些公司，就算你未来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超乎投资人的预期的话呢，你的股价表现也不会特别的亮眼。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一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假装我们现在要投资1万块，投资在一档标的当中。那这档标的呢，它年化报酬率是15%。那我们藉有3个方式进行投资。第一个方式叫做内扣费用是0%的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内扣费用是1%。第三个方式就是内扣费用是 1.5%。那我们分别投资20年，分别投资50年。那这个绩效表现会是如何呢？那我们投资20年的话呢，内扣费用是0%的，它可以为我们创造16万的一个收入那内扣费用是1%的 B 的话呢，它是13.7万。那内扣费用是 1.5% 的 C 的话呢，它的绩效表现的话呢是12.6万。那如果拉到50年之后呢？50年之后的话呢 ，A 这个条件它可以让我们创造1000万的收入，那 B 的话呢可以创造700万的收入，那 C 的部分的话呢则创造562万的收入。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A 的这个方式，它投资的话呢，你内扣费用是0%，你可以创造100%的收入嘛。那如果你是用 B 的方式，内扣费用1%，你只剩下 A 的这个方式的65%的收入。那 C 的部分的话呢，更只剩下51%的收入。那我们来把它用成一个图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蓝色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A， 红色的部分的话是 B， 那绿色的部分的话则是 C。那右边这张图呢，则是表示说，如果我们内扣费用是0%的话呢，是100。那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拉得越长呢，那我们的绩效表现就会被吃掉越来越多的报酬。那这边 Kevin 是想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忽略了内扣费用的风险，那也就代表说，我们投入了100%的资本，承担了100%的风险，但是我们获取的报酬却被金融系统剥削了49%。这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说我希望各位在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内扣费用的风险好，那第二个风险就是汇率风险毕竟我们投资的这两档 ETF 他们都是投资全球的股市，所以说一定会有汇率的风险。那汇率的风险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边来做个举例就以美元跟台币来比吧。那2009年的时候，1美元兑换的是35元台币。那如果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投资10万块买了一个美股的标的，那这档标的呢换回台币的话呢，则会换350万嘛。那如果到2021年的时候，在这12年期间，这档标的都没有涨没有跌那我们会换多少台币呢？我们就会剩下280万的台币因为这主要就是汇率的风险我们就会少了大概20%的报酬
所以说只要我们投资国外的股票，我们都会面临汇率的风险，一定要对此有认知哦。OK。好，那第3个风险就是景气循环产业的风险啦，因为我们主要是投资汽车产业嘛，所以说汽车产业就算你是电动车的部分，也算是属于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就是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产业啦，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汽车，我们买汽车，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今天买，明天就卖嘛，或者说我们今年买，明年又买，然后后年又买，不可能每年都换车嘛。我们一定是怎样？一定是一段期间，然后才会再去换一台汽车嘛。所以说，汽车产业的部分，它的股价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Toyota、Honda 跟领上的部分的话呢，这些都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汽车大厂了。那他们的股价表现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景气循环的一个现象哦。好，这就是我们投资电动车 ETF 所会面临的一个风险。如果各位要长期投资，一定会面临一个景气循环哦。那风险4的部分的话，就是产业以及类股过度集中。那这2档 ETF 呢，他们的 Top 5持股就已经超过了50%，甚至70%了。那所以他们类股是非常的集中。那再来就是产业的部分，这2档 ETF 呢，分别都追踪电动车嘛，非常集中在电动车这个供应链以及未来车的部分，所以说呢，他们都是非常集中在汽车科技业，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一个食品业啊，或者是医疗产业啊，或者是像什么航空啊，或者是一些军用品等等这些产业他们都没有，所以说呢，他们是非常集中在汽车科技业的。那这对我们的投资组合的一个分散风险方面的话呢，就不是这么的优良了。所以说，如果各位投资这些 ETF 的话呢，一定不能说只有投资这些 ETF，你一定要来投资其他产业的 ETF。好，那再来风险5的部分，风险5的部分就是股价泡沫的部分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嘛，国泰电动车它的本益比平均起来应该超过100。那未来车的部分的话呢，虽然它比较少，但是它本益比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低。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股价泡沫的风险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哦。下一张图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息乐本益比。那各位知道本益比吧？本益比就是股价去除上每股盈余，也就是说你这家公司它所赚的钱买下自己大概要花几年的时间啊。那息乐本益比的部分的话呢，它则是将你这个每股盈余是拉的比较长，就是10年的平均，并且它会算上一些通膨跟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做调整。所以说息乐本益比呢，它相对于一般的本益比来讲，它是比较准的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左边这张图呢，则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一个息乐本益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标准普尔500指数它的息乐本益比是38左右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消费类周期性产品呢，则是59，那科技类的部分的话，则是48。那这边 Kevin 把这2个圈起来，就是说我们这2档 ETF 它主要也是在这2个产业当中。那有人会说这2个产业又怎样？我们投资是全世界，但是各位不要忘了，美股的股市对全世界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美股跌了，我不相信有其他地方可以涨得多凶啊。OK，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美股的股市它的一个状况是如何。那我们再看一下右边这张图。那右边这张图呢，绿色的部分的话则是息乐本益比，那蓝色的部分的话则是美股 S&P 500指数它的一个股价表现。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科技泡沫破裂。科技泡沫破裂的时候呢，它息乐本益比在那个 S&P 500指数啦，则是43左右。那我们现在呢 ，S&P 500指数它的息乐本益比是高达38等于是历年新高啊。那这边 Kevin 是想要表示，现在的 S&P 500指数它的一个估值已经是非常非常贵了，再加上消费性周期性产品跟科技产业的部分，它的估值更是高到夸张啊。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投资的话呢，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说你们现在所投资的标的，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买进的标的它的估值都是普遍偏贵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各位真的认为说电动车就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呢，也不能忘了你现在投资的产业是一个高估值的产业。那这个高估值的风险呢，各位一定要自己去做衡量因为科技泡沫破裂的那个时候，像微软这些公司，他们还是有持续赚钱他们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他们赚的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科技泡沫破裂的时候，他们股价呢也是腰斩、腰斩再腰斩，也是过了好几年，他们才收复了他们股价那个时候的高点。我的意思就是表示，你们一家公司就算是再好的公司，当它的估值过贵的时候，我们还去投资，那就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那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自己去思考，值不值得去投资这些标的好，那接下来进行一个自我评量的时间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持有大量的台积电，像是0050这些含有大量成分股台积电的 ETF， 或是你已经买了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那 Kevin 是比较建议你们去投资国泰电动车。如果你们真的要投资这2档 ETF 的话，我建议你去投资国泰电动车。那如果你是只想要投资电动车，其他都不想要投资的话呢，那你也是一样去投资国泰电动车。那如果你是想要投资电动车，又想要投资传统汽车以及共享经济，就是包含这些传统汽车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机会的话，那你们比较推荐你去投资富邦未来车啦。那如果各位认为这2档 ETF 他们内扣费用真的太高了，但是你们又想要追踪这些电动车的趋势的话呢，那 Kevin 推荐各位可以去使用海外券商，然后投资美股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内扣费用的这个考量了。
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如何去使用海外券商投资美股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投资美股。那 Kevin 会将投资美股的入门资源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会非常的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说这些成分股都太贵了，但是你们又想要投资的话，你们不想要浪费这些机遇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办？那 Kevin 推荐各位使用长期投资再去加上定期不定额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既可以跟上电动车的风潮，也可以分上我们买在股价高点的这个风险。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那如果各位想要投资美股却不知道如何开始的话呢，只要在下方留言投资美股，那 Kevin 就会将如何投资美股的这些入门的资讯我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一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